乌克兰面临怎样的困境？北约对此持怎样的态度？这将对乌克兰带来怎样的影响？现今引起全球瞩目的就是乌克兰局势。随着普京一声令下，俄罗斯正式对乌克兰开战，而且派遣的部队以人们想不到的速度，仅用1小时22分就将乌克兰的海陆空主力部队都摧毁殆尽，使得乌克兰完全没有了抵抗的力量。不得不让人感叹，这就是现代化科技战争的威力，让人完全是难以置信。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下俄罗斯攻占乌克兰的瞬间。我们从俄军的攻占速度来看，就知道是做了极其精心的准备，而且完全是很有针对性，战斗的目标十分明确。在俄罗斯正式向乌克兰开战的前几分钟，俄罗斯首先就用了高精度武器，以此来让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防空设备、军用机场和航空队都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因为此前俄罗斯宣布不会对乌克兰城市实施任何导弹、航空和火炮袭击，所以采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减少对乌克兰城市不必要的毁坏，而能够达到最大的破坏效果。俄罗斯有如此强大的高精度武器，这也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闪电战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这也使得俄罗斯可以在不费一兵一卒的前提下对乌克兰实施最大的打击伤害，这就使得乌克兰大多数重型和中型的防空设施完全瘫痪，同时依托精确弹药，这就让乌克兰空军尚未起飞就已经全面丧失了战斗能力，完全成了摆设，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此后，俄军更是出其不意将乌克兰的海军都一网打尽，从而拿下奥德萨之战的胜利，成功从乌克兰的南部登陆，达到从南路分割包围乌克兰军队的目的。这就使得乌克兰的海军完全瘫痪，且将乌克兰所有的海上舰艇一网打尽，让其海军丧失了抵抗的能力。因此，开战10分钟，乌克兰3军已经折损了2军，空军和海军一枪未发就已经全军覆没，完全没有了抵抗力。随即，战斗就在乌克兰的多个城市打响，包括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攻占。值得一提的是，俄军之前就在基辅渗透了不少军事人员，所以对于基辅内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从而可以与基辅的俄方人员里应外合，发动突然袭击。就在普京在电视发表讲话的时候，就拿下了基辅机场。然后俄军空降部队鱼贯进入，伞兵都不用开伞，安安心心的在基辅机场直接下飞机。这就使得俄罗斯4面齐发，南边攻陷黑海沿岸重镇奥德萨，北边2路，一路从俄罗斯南下，一路从白俄罗斯南下，直趋基辅，接应先头进入基辅的俄伞兵部队。现如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可以说已经是岌岌可危，俄罗斯随时都有进攻基辅的可能。这也使得乌克兰现在完全已经陷入绝境，犹如瓮中之鳖一样，只能做困兽之斗。俄罗斯在攻进基辅后，明显是放慢了前进的脚步，没有直接去拿下基辅，而是采用陆军缓缓的推进。这也许是给乌克兰和北约时间，看北约会不会向乌克兰派兵增援，还有美国是持怎样的态度。因为俄罗斯本来的目的就不是拿下乌克兰，而只是想要明确自己的态度，自己是绝对不会受到威胁的，而且坚决不允许北约东扩，将乌克兰吸入北约，因为这对俄罗斯将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普京也是想借此来给乌克兰和北约一个下马威。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约明确表示不会对乌克兰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到那时会对俄罗斯的行为进行制裁，也敦促俄罗斯尽快停止战争，恢复世界和平。对此，西方许多国家也相继对俄罗斯进行谴责，并纷纷表示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美国也严正表示将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虽然美国这样说，但是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最开心的可能就是美国了，因为其可以从中获得巨大好处。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最大的影响将会是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对于俄罗斯的行为，德国总理肖兹宣布停止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的最终审查程序，以回应俄国承认乌东独立。我们都知道，这条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对于欧洲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却成为分裂西方盟国的根源，因为它绕过传统的天然气转运国乌克兰，改走波罗的海。由于管线增加欧洲对俄国的能源依赖，更让乌克兰无法收取过路费，这也使得俄罗斯可以更容易入侵，此前也是受到了很多方面的阻力。因此，俄罗斯之所以要入侵乌克兰，也是由于乌克兰距离俄罗斯很近，
而且由于俄罗斯一直以来就是个十分谨慎且疑心重的国家，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这就对俄罗斯将产生很大的威胁，所以是极其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因此有专家称，乌克兰是北约东扩的禁区，这是俄罗斯绝对不答应的，因为北约和乌克兰一再触及俄罗斯的底线，这就使得俄罗斯感到很愤怒，所以才会选择与乌克兰开战，以此来达到自己的合理诉求。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别无选择。他同时强调，俄罗斯不会破坏世界经济体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当局准备好讨论俄方提出的问题，俄罗斯愿意与乌克兰谈判。据相关消息称，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时间的长短将视进展和目标而定。至于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将持续多久，将由俄罗斯总统普京视成果而定。这波攻击行动也被称为是为了肃清乌克兰的纳粹并摧毁基辅的军事潜力。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由乌克兰的北面、东部与南部发动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西方国家说要支持乌克兰，但都只是口头支持，而不愿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就使得其感到乌克兰已经被西方国家抛弃了，现在的乌克兰真的就是孤军奋战了。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其他国家畏惧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谁已做好准备，保证乌克兰能加入北约？老实说，每个人都害怕。我询问过我们所有合作伙伴是否和我们站在一起，他们都说和我们同在，但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让我们与他们结盟。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表示，他还问了27名欧洲领导人关于乌克兰是否可以加入北约，但是都因为害怕而没有得到回复，只是避而不谈。但是其表示乌克兰不怕，并且还无所畏惧。对于北约的态度，使乌克兰明白，此前北约说会对其提供必要的援助，完全只是空头支票，不过只是随口说说，而不会真的提供实际性的帮助和支持，这就让乌克兰陷入了绝境。但是乌克兰面临如此的困境，主要就是因为其听从美国的蛊惑，为其马首是瞻，一定要加入北约，才使自己落到如此田地，这真的是付出了该有的代价。现在俄罗斯就在等北约的态度，看北约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作何选择，是否还要坚持北约东扩。对于俄罗斯来说，占领乌克兰并不是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与北约进行谈判，从而可以达到双方共同有利的点，使得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得到妥善的解决。